Maxim， 快来！哦 ，Good boy， 咱们出去走走吧。Maxim， 我们给他戴了一个脖套，是为了防止他舔自己的伤口的。那种立柱型的，他不愿意戴上就给甩下去，所以只能用这种了。啊，摘下来吧。Maxim， 哦 ，Good boy，Good boy。好，咱们走吧。Stay, sit。哦 ，Good boy，Good boy。Come, sit。这狗啊，就像小孩一样，跟我们相处时间长了，就没那么听话了。所以现在我对它要求稍微的严格一点，开始有意识的训练它了。又趴下打滚啦！哎呀，Maxim， 看你的玩具。这几天我们发现他其实对这种球还是很感兴趣的。开始的时候我们给他买了那种小 puppy 的，一咬就响的那些玩具，但是一点也不想玩。这个球呢，他还是会经常的玩一玩的。好，遛弯去吧，走。哦，走吧。慢一点 ，Maxim， 跟在我旁边走 ，Maxim， 带他在菜园里转一转。我们最近这些天都是给他在屋里边养的。开始的时候在纠结，将来等他身体恢复了，跟我们熟悉了，到底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。现在暂时先在室内吧，但我们发现其实这只狗呢，它还是特别喜欢在户外活动的，稍微的有点矛盾。一方面呢，它特别的亲人，特别喜欢跟人在一起；另一方面呢，它这个活动量啊又特别大，特别喜欢外边待着。而且我们了解到，它以前在原主人那儿应该也是indoor-outdoor 混养的狗。所以长期让它在屋里边，它可能也是受不了的。这一出来呢，就过来看鸡了。现在鸡鸭鹅呢都没给它放出来。它在户外的话，这鸡鸭鹅在外边还是有点危险的。这个周末还是难得的好天气。前一阵子连续下了2周的雨，一直是阴阴沉沉、湿湿沥沥的，特别难受。现在天气好了，这 Maxim 出来活动也比较开心了。他这几天随着身体还有心情的恢复，我发现他眼里边都有光了，感觉开始开心了，不像之前那样每天感觉都比较抑郁。但是他跟我们熟了之后呢，也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，感觉就像小孩那样，开始有的时候撒娇啊，有时候淘气啊，所以还得想想训练训练。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感冒还没有好，每天打喷嚏、流鼻涕。早晨的时候看到地板上有的时候有好多的鼻涕。之前有朋友说要给狗狗驱虫啊、打疫苗之类的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我们已经带它去看过医生了，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其实它之前在领养中心的地方已经是做过一些检查呀，然后打过一些疫苗了，这次又补打了一些。主要看医生呢，就是看看他伤口的恢复，还有他感冒、吃东西消化的问题，开了点药，继续有止疼片啊，然后治咳嗽的呀，治消化的呀，再吃几天应该差不多就好了。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他伤口的问题，现在看有时候还是红红的。当时让医生检查，说是没什么问题，吃一些消炎药、抗生素，慢慢就会好起来。我们昨天又去宠物店给他买了一个清理伤口，然后预防还有杀菌的那种油，每天给他稍微的抹一抹。当时医生也要给开这种抹的这种油，又担心他不让我们给他抹，所以就没给。不过我们试了一下呢，他还是挺听话的，给他抹完全没问题，把肚子就敞开给我们，看又开心了。我看他有的时候还想吃点草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。
刚才看了一下，它好像是在蹭鼻涕。它之前在动物保护中心的时候，已经把基础的疫苗都打过了，比如说 DAPP， 还有犬肺热，之后还打了预防狂犬病的疫苗。这次我们给它看医生，又打了预防莱姆病，也就是蜱虫叮咬的那种莱姆病的疫苗。我们这区域呢还是有不少的蜱虫的，所以应该还是比较重要。另外还打了一种叫做钩端螺旋体病的疫苗，虽然不太清楚是什么，但是医生建议打，我们就也给他打了。另外还给他抽血，检查了心丝虫病啊、莱姆病啊，还有其他2种疾病。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不过医生建议他每月都要给驱虫，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是不是比较合理和合适的。给我们推荐了一种给他驱虫用的东西，我看价格还挺高的，39块多钱，每月吃1次。到时候再研究研究看看。在兽医那边，我们又给他称了一下体重，他现在的体重是100磅，比之前稍微的轻了一点。不过兽医跟我们说，他比较好的体重是控制在95磅以下，最好是能在90磅左右。这样的话，对他的身体啊、骨骼呀、各方面都有好处。所以呢，还是等他好了吧，还是带他多活动活动，然后饮食上呢也稍微注意一点，别让他太胖了。他现在就守在这鸡窝旁边，就不愿意走了。我觉得他对鸡鸭鹅是特别的感兴趣。刚才说到控制体重，我们给他找狗粮也是费尽了心思啊，试了好多种，鸡肉的呀、牛肉的、鱼肉的，各种各样的。感觉他对狗粮其实兴趣没那么大。后来是在宠物店买了，也是兽医推荐的，就专门给这种德牧这种像肠胃比较敏感型的，给它做的这种狗粮。它还可以吧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。我们可能现在都是给它拌点狗罐头呀，或者再给它煮点鸡肉，还有鸡蛋。鸡蛋它挺喜欢吃的，给它拌在狗粮里边，它吃的还是挺开心的。这家伙呢，开始以为他就是到新的环境不适应、抑郁，所以吃东西不好。现在看来他是挑剔，他对这个狗粮太挑剔了。我怀疑在原来主人那儿，很有可能好多时候他们是给他做饭吃的，所以他对这种狗粮、纯狗粮兴趣不是那么大。我们可能后边一半狗粮，一边也是给他煮点东西吧，比如说煮点鸡肉、牛肉啊，或者是西兰花什么的。我昨天还给他烤了一点这个羊肉，他也是挺喜欢吃的。现在还在挠痒痒，有可能身上还是有虫子。我们先暂时还是按医生推荐的，给他每月定期的驱虫，吃那个驱虫的药包。你现在还是对这么多东西感兴趣啊？过来过来，别往那个犄角旮旯钻，我们在开阔的地方玩。看看他又来这儿咬草了。我不知道他是咬着玩啊，还是真想吃。而一边是蹭鼻涕，一边是咬草，一边玩。再过2周多，新给他打的2种疫苗还得去打第2针，到时候再让医生看看他这个伤口的情况。按说狗狗做绝育呢，它的伤口应该还是挺容易恢复的。不过在领养中心那儿，有可能是他们还是条件有限。另外就是他不让戴这脖套啊。所以可能还是因为他自己舔，这伤口就恢复起来就慢了。我们只好精心的照顾他，争取能早点康复，好带他出去玩啊。看着他每天这样想玩，又不敢让他跑。Maxim， 你累了，还要不要跟我走走了？还是歇一会儿？他要是能跑能跳能活动了，那跟我们一块出去跑一跑，或者带上他喜欢的球给他扔一扔。我估计飞盘他可能也是很喜欢的，但我们还没有试。现在不行啊，都得等他再过个1周多，完全恢复了才可以。现在我们看他的性格，感觉总体上来讲，他应该还是一个陪伴型的宠物犬，不太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菜园的护卫犬。不过也无所谓吧。其实像我们这鸡窝呢，我们给稍微的修缮修缮，已经有好长时间都没有再损失鸡鸭鹅了。浣熊啊，还有土狼，应该是已经进不去了。
然后再加上它来了，至少也多了一些威慑力。剩下的呢，就是我们菜园里边的玉米啊之类的东西了。应该是，如果它在这儿的话，有一些痕迹，那应该是鹿肯定就害怕了。鹿对玉米还是破坏力最大了。其次，浣熊，说实话真的不知道，浣熊还是挺厉害的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把浣熊吓唬走。而且浣熊通常都是拖家带口，一大家子一起，还是挺恐怖的。又打滚去喽！你看你这么挑食，狗粮都得给你买专用的。说起它的狗粮啊，买这种专用的狗粮，价格要比平常的贵了1倍。像平常的大包装大袋可能也就是40块钱吧。像它这种敏感肠胃的，需要将近80块钱那个狗粮。哎，回来，又老是往里钻。感觉卖豆豆之后，又养了一个大宝宝。哎，你把脚抬起来呀！哎呀，抬起来，听话啊！哎呀。这 Maxim 跟我们熟悉了之后，好多时候真的就像孩子一样啊，有时候装听不见，或者是装糊涂。然后上楼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不让他上楼，而且他刚来的时候也是不会跟我们上楼的，应该前主人肯定是训练过的。但是熟了之后呢，他就会悄悄地跟着试探你，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应。你只有严厉的批评他，或者说让他 stay。这样的话，他才会回去。有几次还是偷偷摸摸的跑上去了，然后看我们一瞪他，赶紧就跑下去了。现在还是得好好的约束他一下，这样的话才能是一个懂规矩，又跟小朋友和全家都相处的比较好的好狗。其实我感觉这德牧还是挺聪明的，有时候看他，比如说我们不让他上楼，或者是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让他稍微等一等啊，他也知道肯定是我们要求他这样做，那样做比较好，所以那种回头看我们那种眼神啊，就能感觉出来，就真的跟小孩一样。看，现在其实眼睛里边已经是有光了，他跟我玩呢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脸上，看你的表情，还是这么酷啊，还是这么酷！哎呀，我也没带 treat 给你啊，回头出来的时候带一些好吃的，然后训练训练你，好不好？他现在稍微活动一会儿，还是有点累，我觉得还是感冒没好。其实我这一周也是感冒啊，有点发烧，一直在吃泰诺，他当然也在吃他自己的感冒药。我也没太看医生给他开的是什么，你看看这几天能不能好吧？我的感冒也差不多了，嗓子还是有点疼，争取能跟我一块儿好。看这家伙又趴下了。另外保险呢，我们看了看，昨天也给他买了，买的是 Sport 的，看评价还不错，最后实际不知道怎么样。之前研究的时候是看 Nationwide 还有 Sport， 感觉不错，在两个之间比了比，最后还是选了 Sport。这两个呢，我感觉 Nationwide 的价格也挺高，这 Sport 价格也是挺高的。我选的是这种每个月大概是56块多钱的，现在是有1万块钱的上限，能报80%，有500块钱的扣减。大家有对保险很了解、特别熟悉的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建议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明年看看是不是还是走这家，还是换一个其他的。当时给他看医生的时候，说他的牙齿这几年估计是前主人应该是没怎么给他刷牙，说他的牙齿也不是特别好。虽然还没有达到这种牙齿有疾病的程度，但是已经是马上了，所以建议我们洗牙。洗牙，当时我们让他给报了一下价，有700多块钱，价格还是挺高昂的，而且还有全麻，洗牙需要全麻，对狗还是有一定风险，所以现在我们还在犹豫，到底是我们多给他刷上牙呢，
还是说给它去洗一次？不知道洗过之后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。来看看你的牙齿好不好啊？从它的牙齿上还是能看出来有这种比较黄的痕迹，感觉就像是我们喝茶喝咖啡时间长了这种茶垢、咖啡垢。估计可能真得靠洗牙才能给它洗下去、弄干净。话说我们人洗牙可能100多块钱也差不多了，就是普通的洗一次牙，清理一下。像狗呢，没想到需要这么高。关于驱虫呢，我搜了搜，我看有一些说法是，如果这狗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吃的东西啊，生活环境啊也都还可以的话，就没必要每月都给它去做这个驱虫。我们倒是也没有太多的了解，不过医生建议我们给它每月都吃，所以暂时还是先遵医嘱吧。不知道有熟悉狗狗驱虫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现在它是一些简单的指令，比如说让它 sit 坐下 ，stay 停住 ，back， 还有 come 或者 hand， 这些它还是能听懂的，但是它会选择性的听或者是不听。通常我和丽丽说呢，它听的几率会大很多。2个小朋友呢就不容易，不是特别爱听小朋友的话。哎，我还是有好多东西要学呀，这些指令啊和训练，倒是有时间的话，还是要系统的学一学，看看怎么能把它训练成一只更好的狗狗。跟我一起，我们去把鸡鸭鹅放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鸡鸭鹅放出来你怎么样？还是得跟它熟悉一下的啊，走吧。刚才把它的脖套稍微的紧了一紧，以免一会儿鸡鸭鹅出来的时候它给挣脱了。哇，看这鸡鸭鹅还是挺怕它的。Maxim， 你认识一下，这都是你要保护的朋友，好不好？Maxim， no， Maxim， no， Maxim。It's your family. Maxim, no. It's your family. Maxim, no. It's your family. No, Maxim. Back. 这家伙看到鸡马上就冲过去了，看来需要很长时间的适应。Maxim.Your family is your family. Maxim, sit. 这鸡鸭鹅呀，都可坏了，即使是狗在旁边也顾不上了，赶紧跑过来喝点水。好 ，Maxim， 我们走吧，你稍微的熟悉一下。走 ，Maxim。不要老是想着咬咱们家的鸡，过去看看那边的歪喽，还在不在院子里？这家伙看到鸡还有鸭鹅之后不行了，一下就展露出它的这种兽性的面了。隔壁家的小狗好像今天并不在院子里，不要想去鸡那边啦。只要是训练不好的话，它会成为鸡鸭鹅最大的杀手的。见到鸡之后真是太兴奋了，还是老是想往那边跑。Slow, Maxim, slow。呀，现在又有好多的丝瓜长出来了，看那边有挺大个的了。哦，不要往那边钻 ，Maxim。Back！ 哦，这个是特别大个了，这家伙太不听话了。哎呀，我感觉短期内是没可能把它单独放出来了。这怎么样让它跟鸡鸭鹅好好的和平相处，真是一个难题呀。看它现在这个样子，见到鸡之后就像疯了一样，几乎就控制不住它了。而且它的劲儿真的是挺大的，它如果想蹬着往前走的话，如果力气小的，
真是有可能拉不住它。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把它拽住。这会儿对球也没那么大兴趣了。Maxim, hand, hand, hand. 啊 ，Good boy。咱们出去溜达溜达吧，哈，你脚都湿了，看看这个大爪子。你到底是想在屋里边呢，还是想住在外边呢？嗯？旁边要是没有鸡鸭呀、什么小动物之类的呢，它还算可以，还是比较沉稳的。出去跑一会儿，现在口渴了。给它喂吃的倒是也挺简单，早晚各一顿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大狗呢，我感觉它憋尿的时间也挺长的。晚上带它出去溜一圈，早晨有的时候我们周末起得比较晚，8点多它也没事儿。起来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先吃个饭，再带它出去。这 Maxim 呢，看看给它脖套戴上了，然后它在桌子旁边找了一个小地方一直趴着。我们也把一块垫子垫在这儿了。他不太喜欢给他的那个狗垫子，而且位置呢，他还是喜欢这个角落的地方。有朋友说这个垫子有点小，确实是对于他的身材来说是小了。还有像早期给他买的这种能响的小玩具，这完全没有用，他根本不喜欢。这个也不喜欢，只喜欢玩球。哎呀，刚才累了，回来就跑这儿趴着来了。好了，休息吧，我也累了，我也歇一会儿。乖。